大家好，我是思敏，欢迎收看东课集创意学院的客制化学程。这里会教大家如何从无到有定制一双袜子的客制化流程。我们的流程总共分为5个阶段：沟通需求、设计定稿、打样、订单确认、出货。而上一集中，我们已经说明了确认客制化需求有哪些需要知道的重点。接下来，在第2集影片中，我们要来说明关于设计定稿的流程哦。在开始绘制产品设计图之前，首先我们透过上一个阶段的讨论，已经有明确的产品定位，包含产品的用途、目标客群、希望选用的材质和功能，以及需要有哪些特殊结构。比如说，年长者在室内的止滑袜需要好穿、手感柔软，可以搭配抑菌或是保暖功能，或者是环法自行车选手的自行车袜，需要服帖、紧束、排汗材质。明确的用途和客群能够帮助我们聚焦产品定位之后，就能将产品的样貌锁定在一个范围内。接着我们就要把袜子的外观和结构画成设计图。如果你已经有设计图，可以直接提供给我们。但如果你还没有画好设计图，可以跟我们索取空白的线稿。这里要特别提醒，如果想要自行设计袜子外观，以下有几个重点哦。第一点，袜子的脚尖和脚跟区域不能有图案，这是织袜机本身的功能限制。如果设计稿有在脚尖和脚跟绘制图样，我们会再协调修改成实际可以制作的设计。第2点，袜子整双的配色不要超过12个颜色，而且在同一水平面上的颜色呢，也不能超过8色。如果图样本身有超过的现象，我们也会协调减色，把它修改到实际可以制作的设计。这些颜色数量的限制取决于织袜机本身的规格，也许未来有更厉害的织袜机，就可以再增加颜色的数量哦。第3点，织袜机是属于针织圆边机，但我们的设计稿是平面的，所以有时候设计师会不小心忽略了图像环绕一圈之后，图样没有连续的情况。这时候我们也会主动告知，来协调修改设计稿。但如果设计师坚持也没有关系，并不是无法制作的情况，它只是图案不连贯而已。其实还有很多特殊的设计有可能无法实现，但没有办法在影片中一一的说明。如果有其他的疑问呢，也欢迎在开始构图之前找思敏讨论哦。当然也有遇过想要定制袜子的客人，他没有配合的设计师。如果是很简单的款式，思敏可以亲自操刀帮你完成设计稿哦。或是提供一些设计元素和想法，思敏也能请公司的其他设计师来协助完成设计稿。不过绘图并不是免费提供的，希望大家可以理解。设计稿完成，而且客户也确认了之后呢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对色工作必须要完成，之后就可以发送给工厂的打样单位来制作你的样品。在对色的时候，如果能够提供Pantone色号来作为沟通的话，是比较方便的。东课集有购买Pantone C 的色票，但若是没有Pantone对色，我们只靠萤幕的 RGB 或是网页的色码，很容易就会有色差的问题。比如说每个人萤幕亮度的不同，或是有贴萤幕保护贴，所以造成了色差等等，都有可能会有视觉上的落差。甚至可以说，没有Pantone对色的话，产生的色差和修改样品的问题是几乎没有办法避免了。或者说，我们对颜色的精确度要求不能非常的高。此外，在纱线的染色过程，也可能会有因为每一个染缸之间一些细微的不同，有产生了纱线本身的误差。而我们对于染整厂色差的允收值
也是大约在Pantone色卡上下格的差距内。东客吉每一款袜子都会着收一笔打样费，而且收到样品后，如果还有细节需要微调，是能够免费修改设计图来重新安排样品。可是如果想要调整的项目太多，比如说外观有大幅的调整，或者是材质的变动，可能就会被当作是不同的款式，而另外收取打样的费用哦。等到袜子的设计稿完成之后，也是时候该考虑袜子的包装方式了。等待袜子样品制作的同时，也讨论起包装材料的形式和设计图。这个完美的进度呢，就是应该要让包装材料的样品和袜子的样品能够同时产生，就可以直接试着包看看我们最终的贩售状态是否有符合原先的构想。因为包装方式也会影响之后正式订单的进行流程，所以有任何想法都可以在这个阶段提出来讨论。希望这一集的内容可以对大家有所帮助，我们下一集继续哦，拜拜。